歹徒冲进妙龄女子家中，不由分说把女孩迷晕，接着没有多余动作将她从楼上扔下，摔的是面目全非。由于死时穿的是红睡衣，就变成厉鬼留在了人间。淑芬生前是名夜店舞女，把她丢下楼的正是男友神雕，他会把快乐屋的女孩介绍给别人，自己做中间人，从中赚取差价。神雕还和卖毒品的来福有来往，来福性格残忍，手段狠辣，很多女孩被两人联手控制，组成一条非法产业链。次日，神雕为了赚钱，强制让女友吃中东人的黑椒烤肠，冬梅宁死不从，只因客人胡子拉碴不修边幅，神雕上去就是几个大嘴巴，随后将冬梅硬塞进房间。神雕，你这个混蛋，赶紧把你的畜生全给捅出来！神雕只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结果次日手下的小弟看到冬梅从警局出来，神雕怕他真把自己的丑事全抖出来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半夜撬开冬梅家门，直接把她丢下楼，然后在房间内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由于死时脸部朝地，加上冬梅是名偷渡客，警方无法确定死者身份。两个闺蜜并不知道，眼前冬梅已经变为厉鬼。为了接近神雕复仇，冬梅还和往常一样来到快乐屋上班。这时领班烟掉地上，便弯腰去捡，可他竟看到冬梅行走脚不挨地。领班看到后并没有声张，只因这是导演安排。转过身，领班便带着妹妹去找罗老板敬酒，顺便抱个大腿，这个月的业绩就不用愁了。可罗老板今天刚被情人甩，心情不是很美丽，对这里的小老妹儿不满意。就在罗老板发酒疯时，保安秋哥及时出现，警告罗老板再胡闹的话卸了他二弟。这时冬梅走了过来，秋哥，把他交给我吧。罗老板听到后，感觉自己是地球上最靓的仔，连忙塞给冬梅一沓钞票，随后带着她出去郊游。离开快乐屋时，顺道交代小弟抽空教训一下姓邱那小子，船厂叫阿秋的，给我好好修理他。说完便带着冬梅来到酒店，露出猥琐又恶心的大脸盘子，准备与冬梅来套马萨吉。谁知意外发生了，这个男人带妖艳少妇回家，对方在洗澡时突然向他招手，面露羞涩的要和对方来个鸳鸯戏水。听到这话，男人立刻扑了过去，给男人摔了个狗吃屎。冬梅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好好的戏耍了罗老板。冬梅生前是名酒吧舞女，却因男友神雕让她去陪客，一怒之下扬言要举报她。害怕事情败露的神雕找来小弟将冬梅残忍杀害。变成厉鬼的他为了报仇，继续去到酒吧上班，却看到见色起意的罗老板，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次日，罗老板手下找到了正在晨练的秋哥，却没想到秋哥是特种兵出身，没几下将三人打得找不到北，挨了打的几人面子挂不住，自然要找秋哥报仇。到了深夜，几人带来帮手，找到正在撸串的秋哥，二话不说就干了上去。虽然身手了得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便败下阵来。就在几人要做掉秋哥时，突然冬梅身着红衣从天而降，轻轻松松将仇人干掉。而秋哥他们看到女鬼的模样，正是死去的冬梅，众人吓得皮燕子直哆嗦，连忙跑马路牙子上给冬梅祭拜。次日，神雕想吃北美大黑豹，便来到舞厅寻找猎物。就在神雕和群演跳舞时，冬梅趁机附身在群演身上，变成满脸痔疮的样子，吓得神雕屁滚尿流。隔天便找来道士帮忙，最后在道士的询问下，神雕说出了自己杀害冬梅的过程。道士觉得冬梅找他报仇乃天经地义，可在神雕的不断加钱下，道士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同参与害死冬梅的另外两人正在泳池里和美女激情 solo 时，冬梅趁机附身其中一人，将他们全部送走。就在这时，道士将冬梅召唤过来，想在不动武的情况下替神雕摆平这件事，可冬梅怨念太深，根本不听对方念叨。道士见状只好使用武力，想让冬梅跪下唱征服。经过一番混战后，双方皆是身受重伤。冬梅找到生前好友鸡毛寻求帮助，想让对方吸3大口尸体的脚气，替自己疗伤，重新聚集3魂。随后鸡毛随便找了个停尸房，就在他要完成任务时，殡仪馆值班人员突然来个回马枪。没时间了，快点封住他的9孔吧。9孔？靖哥，我想了2月，也只找到脸上的7个孔。鸡毛脑袋还是好使，直接堵住尸体的9孔，随后嘴对嘴将口臭吸进嘴里，撒丫逃离停尸房，蹲在外面吐了半天，差点把胃哕出来，然后将口臭过渡给冬梅。鸡毛哥，谢谢你帮我。说完便消失不见。另一边，曾道士在临死前将自己护身符交给神雕，并嘱咐他回家后把脚趾甲、头发、锅底灰放一起碾碎，然后撒在窗户和房子周围，只要能挺过今晚，冬梅就会魂飞魄散。冬梅暂时拿神雕没办法，于是就准备摧毁他的贩毒生意。冬梅控制警方驾驶巡逻车，让他们来到交易地点，接着控制警察，没多久就将贩毒人员一窝端。等他们意识正常，才发现自己立了大功。神雕则在家里等时间到达12点，这时冬梅赶来，可秘制锅底灰实在厉害，冬梅根本奈何不了神雕分毫，他只好再次找到在外面玩蜘蛛纸牌的鸡毛。此时鸡毛朋友因出老千输掉很多钱，冬梅便让对方鬼迷眼，
使得鸡毛赢了很多钱。随后现出真身说明原因，鸡毛为感谢让他赢钱，便叫上兄弟一同前往。三人来到神雕家门口，点燃报纸，升起烟雾。可即便如此，神雕就像缩了头的王八，死活不出来。很快邻居受不了，报了火警。等到消防赶到，几人谎称屋内有人放火，消防员不明真相，直接破门而入。神雕眼见有人闯进来，手持豁牙菜刀就是乱砍，好像那二逼一样，结果被秋哥暴 K 一顿，随后被消防员抬了出去。三人在供台前找到护身符，将其焚毁。没了护身符的神雕就像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这时冬梅出现，撕破脸皮，把现场吃瓜群众吓得四散而逃。随后控制升降机，将神雕升至半空，一把拽下，让他也体验一次失重的感觉。电影最后，冬梅顺利投胎，为表达感谢几人帮忙，特意留下一件逢赌必赢的红色战袍。影片结束。